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8月19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1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918，收盘价是908.61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价是在919.5，最低价是在905.56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4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1583.35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69 倍，量缩。KD 值开口变小，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。那这样的现象说明股价在横盘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是继续纠结，并且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一个微小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多头的趋势中出现了横盘。好，我们看看 K 线信息。在8月18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叫做实体小红 K 线，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它的特征是实体部分的涨幅在 2.5% 以下，没有上下影线，即使有呢，也是很短。那出现这样的 K 线呢，可以视为是休息的 K 线。那它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横盘的位置。那通常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实体小红 K 线说明股价后续会继续横盘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1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呢是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收在890，它的条件是要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911的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是股价会出现横盘，收盘收在918。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不低于905，那实际收盘价是在908.61，出现了横盘。它是当日是高开盘，并且呢，股价在盘中也没有跌破905。那虽然我们预测的第二个可能的走势和实际的走势基本相同。并且呢，收盘价相差也不是很大，但是它们有本质的区别，也就是我们预测的这个横盘它是没有跌破5日均线值的，而实际发生的这个横盘收盘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那这将预示着股价会有继续回档的一个需求。那我们先来看看股价的回档。那在8月19日，股价回档的目标依然是要回踩20日均线值。那20日均线值呢，在8月19日我们预测是在879到881之间，所以我们把这个水平线，这是前一日20日均线值的位置，我们把它提升到879。也就是20日均线值在8月19日的下限。然后如果股价回踩20日均线值，在这当中10日均线值将成为支撑。那10日均线值呢，在8月19日也会有一个提升，是在891附近，我们把这条水平线也提升，在891。好的，好，
那这样一来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，股价如果出现回档，它的目标是20日均线值，在这期间，10日均线值将是支撑。当然还有一个前低，就是8月17日这个 K 线的最低900，它也是一个强支撑。好，这是股价的回档。那么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那股价如果在8月19日发生了上行，那么前高819，我们会看到这个位置和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呢，将是它向上突破的首要目标。当然还有前高，就是这个前高就是8月17日的最高，就是929。那我们说股价如果上行只有站上929，然后那么这个小的回档才叫成功。那上方再站上945呢，将会有新的上涨行情被建立。那新的上涨行情呢，我们在前几期视频都做过说明，在这里就不再重复说明。好，那我们说股价如果是上行，那它最重要的就是要再次站上5日均线值。那在8月19日5日均线值的范围呢，我们测算是在910到923之间。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，我们把这个水平线下拉到923。对，也就是5日均线值的上限。那然后呢，我们再画一个小的矩形。这个矩形呢，我们画的是在919前高到929之间。好，我们依然保留这个颜色。那我们会看到上行的目标就是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然后呢，上方这个小的矩形呢，就是在8月19日它上方的一个压力宽带，所以我们会看到上方的压力还是不小的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上行。那如果股价在8月19日出现了会继续横盘呢，那我们会认为它会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和10日均线值的上方，在这个区间内进行横盘。好，那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，下方跌破10日均线值891，股价会有深度的回档，会去回踩20日均线值。上方如果站上5日均线值，那股价呢会继续上行，或者说是建立新的上涨行情。那否则股价会在923到891之间，在这个区间内进行横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19日开盘之后它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的压力位我们会看到，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910一直到923，对，在这个区间内。那在这个区间内呢，它涵盖了前高919，因此第一个压力区间是910到923，就是这个水平线之间。好，那第二个压力位呢是8月17日的这个最高值是929，也就是这个矩形的上限。然后继续向上是945，这是我们这一波上涨的目标。那再向上呢，我们给出的依然是955，我们大家会看到在5月4日这个 K 线的最高。
好，这是上方的压力位。我们再来看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低905，这是第一个支撑。接下来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在891到898之间，在这个区域内。实际上呢，我们可以把前低900 8月17日的最低也涵盖进来，也就是第二个支撑区间是在891到900之间。第三个支撑区间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在879到881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然后我们再给出一个支撑，就是855，是8月12日 K 线的最低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8月19日股价的预测。我们预测2个可能，其中第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要给出2个方向。那第一个方向就是股价会上行，就是说，如果是上行，股价会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923，最高会到达952，收盘会收在948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出现上行的条件是它必须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因为这上方的压力啊是非常大的，也就是开盘即站上这个压力宽带，然后回踩一下5均值继续向上。对，那条件就是说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呢，在盘中股价最低不能低于918。好，那另外一个方向是股价会出现下跌。那如果是下跌呢，它将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904，最低会回踩到20日均线值到879，收盘会收在88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它也是有条件的，也就是它必须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高过908的，也就是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下行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那么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横盘。如果是继续横盘，它将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在盘中最低会到达904，最高会到达916，然后收盘会收在912附近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8月19日走势的分析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